他闻了闻手上那神秘的液体，然后试着抹在手腕上，瞬间体重从900斤降到90斤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吓了一大跳。这是谁啊？这是……好奇的走近一瞧，居然是20年前的自己。刚才还在考虑自杀的事呢。结婚生子之后，他的体重就只涨不跌。他曾是模特圈的翘楚，结婚后忙于家务，那曼妙的身材和美貌早已不见。丈夫外面还有人，还提出要离婚。芭芭拉崩溃了，决定和丈夫一起了断。她在家里设置了一些机关，然后签了离婚协议。等丈夫回家，触发了机关。当她高兴地看到离婚协议时，她准备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。布置好一切，她把头伸进绳套，正要结束这荒唐的人生，突然门铃响了。她在半空中挣扎，但她弟体重实在太大，连楼板都快支撑不住，两者一起掉落。门外的快递员还在按铃，芭芭拉冲他喊道：“我不要了，正在临死边缘，快递有什么用？”这时快递员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芭芭拉转过头去，继续寻找出路。她拼命吞安眠药。快递员真是敬业，况且年纪这么大了。她无奈地接过快递，芭芭拉却说：“我从没订过这个快递。”快递员送她一句深奥的话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芭芭拉装作懂了，道了声再见。出于好奇，她解开包裹，包裹里竟是一瓶香水。她好奇地打开来闻一闻，然后滴了一滴。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突然天空乌云密布，电光火石间雷声大作，她的肚子也开始剧烈疼痛，接着就晕倒在地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瘦了一大圈，小内裤都松松垮垮地滑落了。这种诡异的事让她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用力撞了撞头，发现确实是有感觉的。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？大肚子不见了，她终于能看到自己的脚了，粗粗的胳膊也不见了，大象腿也没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她立刻放弃了对老公的计划，她决定去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她穿上了女儿的衣服，出门了。路过一个时装店时，里面的模特居然向她招手，她那颗爱美的心就这样被勾引进店里了。店员溢美之词说她的身材最适合这些衣服，这些衣服胖子是穿不进的。一听这话，芭芭拉就火了，结果一不小心把裙子撕了个洞。店员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不用试了，现在该怎么赔？”芭芭拉回答说：“我1周后来买下。”店员坚持让她留下身份证做抵押，可店员看到身份证后傻眼了，说：“如果我不来买，我妈绝对不会放过我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突发的情况竟彻底改变了芭芭拉的一生。她被拉去凑数参加活动，而且活动竟是她最喜欢的模特走秀。她享受着别人为她化妆的感觉。当她沉浸在这份喜悦中，突然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原来900斤的样子，她被吓得撒腿就跑。要知道时装秀已经开始了，台下等着的观众那么多，她蹲在角落里，结果被老板发现了。老板一把拽起她，对她说：“睁开你的眼睛。”问她害怕什么，是不是因为自卑没勇气面对。接着大老板亲自为芭芭拉化妆。当芭芭拉睁开眼睛，她瞬间找回了自信。可这老板怎么觉得她有点眼熟，再想想还是摇头否认了。芭芭拉找回了斗志，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。她换上了一件西装，清新脱俗，周围人都夸奖她。谁能想到她突然晕倒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幕后的老板一脸懵，这是低血糖吗？经纪人翻了个白眼，探了探她的呼吸，结论是她睡着了。能怪她吗？变身前吃了不少安眠药，哪知道还要走秀，为时尚周备站了半年，老板都快气疯了。女秘书提醒她看看热搜怎么说，她拿起手机一翻，居然发现晕倒的她成了头条，她的时装秀因此火了。可第二天，长椅上多了个胖女人，保洁员吓了一大跳，这一坨肉至少有900斤，好不容易把她叫醒，肥胖的身体把衣服都撑爆了。她看到自己的模样，自己都被吓傻了。她在垃圾堆里找了件黑雨衣披上，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梦，翻看手机，发现自己昨天晕倒的新闻。900斤的身体让她气得直跳脚，但脑子里的轮子飞速转动。她之前是怎么变年轻的呢？她立马跑到卫生间，涂了点那神秘香水，随后天雷滚滚，她变成了90斤的小仙女。她打算用这神秘香水，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来过。第一步从这个老板开始，她要让老板聘她为模特，可老板根本不理她。芭芭拉也不是好惹的，她连 S 都不怕，还在乎什么面子？于是她开了个现场直播，趁着还有晕倒模特的人气，说这公司太无情了，毁得她心疼，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。而老板却置若罔闻，他还冒着危险慢慢走进河里。老板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，童年的恐惧又一次涌上心头，不知怎的就答应聘用芭芭拉了。可他聘她只是想让她来做清洁，要她打扫那座空了好几年的老房子，而且必须今天搞定，否则就别想留下。可他不知道，对于一个干了10几年家务的人来说，这点活算什么？这对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。可90斤的身材确实有点吃力，他累得直接睡着了。仔细一看，他的脸慢慢变大了，身体也在逐渐膨胀。这时候老板正好回来，芭芭拉还浑然不知，睡得正香。我说姐姐，衣服这么紧还睡得这么香，香什么呢？老板回家都傻眼了，这变化也太夸张了吧。本来想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赶紧滚蛋，结果人家还在那儿大睡特睡。老板就要进门了，芭芭拉突然醒了，看着自己恢复原状，紧张的不行。老板正在急着找他，正当他束手无策时，一通电话救了他。他马上想到了那瓶香水，他匍匐前进找那飞出去的包，可不小心竟然把柱子推倒了。老板坐不住了，刚要上前，突然电闪雷鸣，老板吓出一身冷汗。可等他再看过去，发现芭芭拉衣衫不整的趴在地上，老板赶紧捂住嘴巴，生怕她有什么传染病。等芭芭拉换好衣服出来后，老板质问：谁把你衣服撕成那样？
芭芭拉无言以对。老板突然灵光一闪，你是不是狼人？什么？芭芭拉急忙解释，你看你那么大的房子，得多用力才打扫得干净，然后720度空翻，才把衣服弄破的。老板居然被他这么一忽悠就走了。晚上芭芭拉拿着香水，纳闷儿这是谁寄来的，而且是刚到的。几次变回原形后，他突然意识到每次睡醒都恢复了原状，于是他赶紧锁上门。可等到醒来时，居然没变回去，这下奇怪了。正当他准备去做早餐，胳膊突然开始膨胀，身体迅速变胖，他赶紧跑回房间，一大早的就闹起来。他突然意识到了其中的规律，香水的效果持续12小时，也就是每12小时变一次。知道了规律就容易多了。可这个老板也不好伺候，他有各种奇怪的病，比如只要看到芭芭拉吃东西，他就觉得难受，让他别在他面前吃，因为他一看到人嘟嘴就反胃。幸好老板解释说，不是因为他丑，而是他自己有恐惧症。芭芭拉说没关系，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阳台吃饭。这让老板突然好奇起来，于是让经纪人去调查芭芭拉的背景。芭芭拉还在为自己变瘦感到高兴，可香水总有用完的一天，他开始计算香水的总量和使用次数，立刻算出剩下的香水勉强够用1年。可瓶底有个副作用说明，用完了生命也就结束了，但他根本不在意，死过一次的人还怕什么？他决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死也无憾。因为20年前他是模特界的佼佼者，那时候他自信又美丽，可就在一次训练中，他突然面部扭曲，然后一个摔倒就变成了4眼的新娘，一堆的甜言蜜语，说是永不离弃。芭芭拉居然信了那个渣男的甜话，就此放弃了模特生涯，决定生下孩子，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。第二天，芭芭拉竟然在超市看到那渣男和小三卿卿我我，根本不在乎他离家出走。渣男假装没看见，芭芭拉一看就冲了上去，这一招出其不意，让渣男措手不及，把芭芭拉吓得要命。他慌乱逃窜。要知道这男的有严重的恐惧症，一看到人脸上的黑痣，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，想象成2半，再想成3份，然后就眼前一黑晕过去。回到家，他疯狂刷牙，脑子里还是回放着那画面，他感觉自己要疯了。芭芭拉急忙解释，这只是个小意外，可老板根本不听，二话不说就把他解雇了。他又要露宿街头，他不甘心这样，硬着头皮跟了上去。这时候一只狗跑了过来，他看到了机会，知道老板的恐惧症又要发作，芭芭拉抓住时机，英雄救美上演。就这样，芭芭拉又回到了保姆的工作，但老板提了新要求，禁止他突然吻她。芭芭拉半开玩笑地说，放心，他不会再闹事。第二天给老板送餐，撞见了自己的偶像敏硕，少女心情怦然心动，不巧被老板发现了，她毕竟是个保姆。这时候闹钟突然响了，提醒她要变身，她急忙找洗手间喷香水，正好被经纪人看到了。他正打算问她一些关于老板的事，于是就在女厕所外耐心等待，结果出来的却是个清洁工，因为他把香水忘在家里了。经纪人等啊等，就是没见到芭芭拉。芭芭拉还在屋里一边打扫，这时候竟然来了个大人物，时装秀的主管。他没把只是保姆的他放在眼里。芭芭拉借机提出想尝试当模特，这一直是他的梦想。上次临时上台，结果晕倒了。那天他实在是太累太委屈，那一趟走秀让他的梦想再次被激发。最后告诉他有个新模特选拔，让他去试试看，成功与否全靠自己。参加海选的时候，他竟然看到自己的女儿也来了，他好奇女儿怎么也来试镜，吓得他赶紧逃了出去，却把手机忘在了桌子上。女儿看到手机壳，发现是妈妈的，她赶紧打了妈妈的电话，手机突然开始震动。女孩说，你的手机和我妈的一模一样，我认错人了。那边手机还在响，是老板打来的。他一上来就责怪他为何不接电话。经纪人这时候开始查起来，对比20年前的照片和他现在的身份证，他简直要疯了，已经没法用常理去思考了。他回去查看监控才发现，从头到尾芭芭拉一直没从厕所出来过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变身术？他决定要告诉老板。当芭芭拉出现时，老板一脸懵逼，不是因为她多漂亮，而是他突然记起了什么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负责人告诉他不必自责，这是他小时候意外事故留下的后遗症，让他好好照顾他，醒来就好。看着老板的泪水，芭芭拉不由自主想去帮他擦眼泪。老板突然紧紧抓住了他的手，严肃地问他到底是谁。老板很快就清醒了过来，但他还是不想见到他，让他找个地方去住。但到了晚上，老板坐不住了，他开始翻看所有监控录像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芭芭拉的身影。结果发现他居然就在这里睡着了。他开门让芭芭拉进来，发现他睡得跟猪一样，睡得死死的，无奈只好把他抬回家。把他放回床上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小嘴，他差点控制不住自己，立刻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本来不喝酒，却想喝点东西来提提神，结果一下子就醉了。醒来的芭芭拉感觉很难受，她连睡袋都爬不出来。此时她的变身闹钟响了，这意味着她的身体要开始变化了。睡袋果然很保暖，屋子里到处都是羽绒，芭芭拉满嘴都是羽毛。她赶快去找香水，小心翼翼地拿到香水，这时发现老板躺在阳台上，酒喝多了，完全醉倒了。芭芭拉本想不管他，先处理一下自己，但他又一想，如果不管他，他可能会生病，到头来受罪的还是自己。正要抱他进门，突然碰到了经纪人。芭芭拉知道再也瞒不住了，决定当面告诉他真相。他掏出了香水，说这是打开秘密的钥匙，然后他在胳膊上滴了一滴，瞬间闪电雷声大作，一转眼他变回了90斤的芭芭拉。经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芭芭拉跪地求他保守秘密，他只有1年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模特梦想。经纪人根本不相信这个香水的事情，手一滑，香水竟然掉地上了。
1瓶的容量瞬间少了将近半瓶。芭芭拉气得直骂他是杀人犯，因为这香水一用完他就会死，也就是说经纪人差点要了他半条命。芭芭拉描述的神乎其神，出于愧疚，经纪人答应帮他保守这个秘密。可转眼间，明星敏浩竟然来到了他家，芭芭拉紧张极了，他的偶像啊，怎么办？这形象真是尴尬。他尽量保持镇定接待偶像。敏浩问他为何当保姆，芭芭拉脱口出说是为了保持身材，更是为了修身养性。在这种暴脾气的老板家，他能不断锻炼自己的耐心和意志。敏浩被他的直爽所折服，决定和他成为朋友。天哪，好事连连，他之前都不敢想。但当他好奇他和老板是什么关系，敏浩突然说了句不共戴天的仇人，然后朝老板猛踹了一脚。显然他们之间也有故事。可是第二天芭芭拉的变身时间快到了，他正要不点香水，他的女儿突然出现，好奇的拿起了香水。芭芭拉紧张的不行，她看了看香水，闻了闻，然后就涂了上去。可一切都晚了，天啊，只能顺其自然了。要是她也回到20年前，那不就变成她了吗？但香水的效果已经过了，女孩却毫无异样。芭芭拉紧张地问她，有没有感觉心跳加速，头痛要裂开，或是全身感觉紧绷？女孩摇了摇头。芭芭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原来这香水只对她有效。可就在他们逛街的时候，无聊的明星敏浩竟然提出一起去玩。老板还在那质问经纪人，老板问经纪人芭芭拉的调查进展了吗？经纪人劝他别太依赖芭芭拉，因为芭芭拉半年后要移民了。口上说的轻松，谁稀罕呢？其实他心里已经焦躁得很，于是急忙打电话发泄，保姆这么晚还不回来，到底在外头干嘛？敏浩却抢过手机说，我借用你的保姆，好好开心一下。他的火气显然在憋着。敏浩还在那儿不知道自己说的不对劲，我会按时把他送回来的，你放心，好好睡你的觉吧。可芭芭拉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果不其然，刚走出鬼屋就撞见了一个比鬼还吓人的老板，下一秒肯定有戏，他连拍照都要插一脚，连坐过山车都不放过，明显是想把敏浩往远处拉，真是为了面子受不了的苦啊。芭芭拉的女儿一回家，竟在花盆下发现了一堆撕碎的照片，她把碎片一一拼起来，这让她吓了一跳。喝醉了的爸爸看了一眼，问她看的是不是妈妈的照片，但这明明是芭芭拉的照片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二天户外运动时，老板看着芭芭拉的动作，竟然让他感觉到了一种熟悉感，这也太像了吧。但他还是告诉自己这不可能，所以不论芭芭拉在做什么，他都要叫她进房间。表面上说是敷面膜，实际上只是想找她聊天，还不忘提醒她我们有合约的，意思是你得随叫随到。芭芭拉气得直接走了，不管他。这一幕恰好被同事看到，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。另一场戏也即将上演，有人偷拍了他和敏浩的照片，明星的影响力真是厉害。第二天大家外出采景，芭芭拉突然发现她的香水不见了，外面还开始下小雨，大家都匆匆往回赶，可芭芭拉却逆流而上。女秘书赶紧报告老板，芭芭拉掉队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老板立即反应，别忘了外面雷声隆隆。这时芭芭拉找到了香水，正在努力用水搓洗，老板一路摔倒着找她，突然一声尖叫传来，这时的芭芭拉悬在半空，死命抓着树枝，她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变胖，整个人都快变回原样了，树枝快撑不住了，但她非得抓住那香水不可。她咬了咬牙，香水和她一起掉了下去。正当老板赶到的时候，芭芭拉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堆衣服碎片。这时芭芭拉手里还握着香水，雨水淋湿她，她渐渐清醒。当老板到达山脚，发现芭芭拉躺在地上，在医院里经纪人让她别担心，芭芭拉的生命力很强。医生一出来，他忍不住问伤势怎么样，她还活着吗？突然芭芭拉被推出来，医生也感到好奇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没事，必须做个全面检查，所以要抽血和做 CT 扫描。结果真的发现了大问题。第二天老板就拉着她去运动，因为诊出她胆固醇、脂肪和高血压都超标，严重超标，身体年龄达62岁，属于中老年重度肥胖，几百年罕见的案例，所以她必须运动。芭芭拉被老板整懵了，她找经纪人求助，因为只有她知道她的秘密，希望她分析老板是不是对她有意思。但经纪人让她清醒，变回年轻就真的单身了吗？她的女儿都20岁了，自己有多重还不清楚吗？看女儿这么出色，她心里其实挺高兴的。可晚上那2只手真是尴尬死了，背后痒的要命，真难受。看见芭芭拉这造型，真的是好心做到底了。于是她决定自己动手。芭芭拉一脸享受地坐着，让观众都看傻了眼。这到底是哪一出啊？芭芭拉在解释自己在挠痒，老板却突然发飙了，闯进屋子，这是哪个语文老师教的礼仪？女秘书看起来很不高兴，回头瞥了芭芭拉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但芭芭拉感觉气氛有点不对，屋里的2个男的更是搞笑，一个接一个地动起来，然后动作越来越快，玩起了童年的游戏。第二天突然有个泳池拍摄，芭芭拉问能不能不下水，她怕水，结果被问这里是你家吗？随心所欲的说话，无奈之下，芭芭拉只好硬着头皮说她行，但看到水，她整个人都慌了。女秘书也注意到了她的不正常，却没有阻止她。芭芭拉有心理准备，但一到水里就无法发挥，还被导演训了一顿。当她第2次下水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恐惧。老板看到这一幕时，芭芭拉已经昏过去了，正要给她做人工呼吸，她突然醒了过来。旁边的女秘书看得很不爽，她坐不住了，她主动对芭芭拉说，她很爱老板，愿意为他放弃一切，更何况他们曾有过的过去，现在正打算重新开始。芭芭拉现在就是个绊脚石，所以希望他能搬出老板家。于是芭芭拉走到镜子前，她感觉自己开始膨胀，不一会儿她竟然变成了900斤重的大胖子。
他自言自语，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芭芭拉，我是巴巴达，他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。那天晚上，他下定了决心，跟老板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。正说到关键的辞职部分，老板突然抢先一步开了口。他回头一看，居然是关于他和明星敏浩的亲密照片。瞬间，芭芭拉成了众矢之的。老板气得不行，脚底好像装了火箭似的。果然，狗仔队的力量太强了，把芭芭拉逼得走投无路，他只能如逃难般狂奔。正好被等候多时的敏浩一把抓住，然后他们俩躲开了狗仔队。但芭芭拉还是很关心敏浩的处境。敏浩尴尬地解释，其实是公司为了炒作而故意泄露的新闻。从敏浩那里得知，原来是为了掩饰他追求女秘书的丑闻。毕竟那女秘书已经有妇之夫了，相比之下，和芭芭拉的热恋绯闻对他来说更有利。芭芭拉急忙劝他：“你辛苦到今天不容易，怎么能追已婚女人呢？”敏浩一脸困惑：“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我妈呀？”作为敏浩的铁杆粉丝，芭芭拉决定要帮他一把。他与敏浩的经纪人签订了情侣合同，假装成情侣，合同期限5个月，时间一到，他们就可以公开分手，帮敏浩度过这场危机。后来老板质问他们：“你们俩是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”芭芭拉立刻回答：“爱情不都是一见钟情吗？”他这么做其实是故意气老板，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离开的目的。这也是之前答应女秘书的一个承诺。见时机成熟，他马上宣布要离开这里。老板随即拿出了劳动合同，说如果他离开，不仅要赔偿100倍，还要永久封杀敏浩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坦白一切，告诉了女秘书真相。看到他和敏浩好上了，走也好，留也罢，我都无所谓了。他们俩假戏真做，演得太逼真了。老板气得鼻子都冒烟了，于是就一路尾随他们。结果越看越气，气得肺都要炸了。他却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经纪人精心策划的。他们一夜之间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，这让芭芭拉的老公都有点懵了。这女孩怎么跟我老婆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？正想给老婆打电话，突然想到那900斤的身材，也就懒得打了。老板守了一整天，仿佛身临其境。突然他反应过来，我现在是不是疯了，在这干嘛呢？然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居然有人在暗中盯着他，还偷偷往他杯子里倒神秘的液体。那人一脸得意，等着猎物上钩。这时猎物出现了，男人看起来对他不太待见，他端起饮料轻轻地喝了一口。女人心中暗自高兴，然后就把猎物收入囊中。等到第二天一觉醒来，男人发现自己一丝不挂，看到女人的穿着，男人顿时觉得有点不妙。男人决定强行带她去医院，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她拒绝道：“我不去，她还是个刚出道的模特，不能这么去。”看着男人还是一脸懵，女人趁机一把推开他，逃之夭夭。芭芭拉接到电话后，立马调整了声音，听到老板此时的呼吸很是微弱。芭芭拉立刻起身，变回了90斤，准备去照顾昏迷的老板。但等老板醒来时，却发现是女秘书在照顾他。他好奇，难道大家都在想着他吗？这是不是意味着爱到了骨子里？而这边的女模特也是紧张兮兮，原本想靠着潜规则上位，没想到反而损失惨重。幸好他手里还握着老板和芭芭拉的不雅底牌，这可作为最后的保命符了。没想到敏浩在假戏真做中，竟然真的向芭芭拉表白了。老板正好在楼上看到了这一幕，敏浩刚要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却突然被一盆冷水浇到脚底，不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是谁干的。但在芭芭拉看来，他不过是他心目中的明星而已，这跟爱情没什么关系。敏浩听得一头雾水，看样子还没搞明白状况，最后还补了一句：“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”这时候他竟然看到自己的女儿来了，女儿脸上的伤让他大感疑惑。女孩说昨晚被爸爸打了，他喝醉了，非要问我的事，就因为我跟你妈年轻时长得像。同时男主也查到了，原来芭芭拉和敏浩的恋情其实只是公司的炒作，这让老板特别不爽，居然用他的芭芭拉来当挡箭牌。经纪人也察觉到了他的愤怒，问他为啥这么在意芭芭拉。老板随口说他跟我心里那个人挺像的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。这下子渣男忍不住来找芭芭拉了。芭芭拉本能的一惊，看着他那样子，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渣男说我女儿也在这当模特。这时老板刚好赶到，一股护子心切的感觉把对方拦在了门外，并说要谈正事还是找公司。此后芭芭拉收到女儿激动的消息，妈妈，我正式出道了，快来祝贺我吧。女儿又发来消息说去吃饭庆祝。就在这时，那渣男看到芭芭拉急匆匆的样子，竟跟了上去。同时老板也接到了芭芭拉急促的电话，他说快回来吧，我有个很重要的朋友想见你。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正好看到他焦急的狂奔。他快速跑进一家服装店，挑了件最大号的衣服，直奔试衣间。眼看就要变身的时间了，他迅速脱下衣服。渣男赶到店里，正巧也到了，结果衣服拉链还卡住了。渣男正凑过头来看个究竟，芭芭拉赶紧换好了衣服，看样子渣男没找到他。芭芭拉突然从更衣室走了出来，渣男一看就傻眼了，我老婆怎么会在这里？芭芭拉本能的想逃，突然他想到自己干嘛要逃，毕竟她是他的老婆。他一把抓起包就向他冲了过去，直接上去就是一顿暴打，边打边骂，你这臭渣男还外遇打女儿。在打斗中，芭芭拉不小心跌进了一个男人怀里，定眼一看，竟然是老板。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他的眼睛，芭芭拉立刻挣脱开，逃出了现场，留下了呆滞的老板。他急匆匆换衣服，原来是为了去见自己的女儿。老板这才意识到她就是那个女孩，就是他一直暗恋的人，他曾用生命救过她。他决定无论如何这辈子只娶她。第二天，芭芭拉看到自己也入围了时装秀，兴奋地对老板说要请他喝咖啡表达感谢。但老板看起来心不在焉，这让芭芭拉感到困惑。老板看起来完全变了个人。他找到经纪人询问原因，经纪人解释说老板这表情是他在想他的初恋，可谁也不知道初恋长什么样。时装秀排练很快就要开始，
渣男看着自己女儿如此优秀，心里欣慰，但当他看到芭芭拉的一个习惯动作，他目瞪口呆，这是他老婆那些改不掉的习惯。等芭芭拉下台后，渣男趁着送花的机会搭话，顺便问了一句你最喜欢追的剧。芭芭拉一听，感觉事情不妙，渣男已经确信这人就是他老婆，没想到他竟然变回了年轻时的模样。老板上前就是一拳，还想再上前打，被芭芭拉拦下了。就小事儿，别大惊小怪了。另一边，那个没成名的女模特，名声在圈子里臭到家了，没有哪个公司敢请她，她气得头发都直了。于是一急之下，她决定报复老板。她在模特圈的社交平台上突然放出了一段视频，视频是芭芭拉和老板从酒店出来的画面，还特意加了字幕，无辜新人模特被设计师潜规则。老板立刻被大家指责，芭芭拉的处境更糟，她现在可是明星敏浩的女朋友。无知的芭芭拉在洗手间，正打算喷点香水，她变身的时间快到了，这时候却遭人暗算，香水被打翻了，还试图把她的香水全部倒掉。看她紧张的样子，女孩闻了闻香水，结果90斤的美女突然变成了900斤的大妈。女孩的报应马上就来了，厕所里传出尖叫声，外面的两人听到声音，紧张万分。突然外面雷声大作，那女孩已经吓坏了，开门一看，芭芭拉也已经昏过去了，连带的明星敏浩也被记者围堵。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女友的劈腿，敏浩立刻反驳，他坚信这绝不可能，他信任芭芭拉，出酒店就一定是做坏事吗？何况他是顶级设计师，不会那么愚蠢。新闻铺天盖地，无所不在，这事儿直接影响了时装秀。于是秘书建议他们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他们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，还特意提供了保姆合同。敏浩一见到芭芭拉就抱了上去，他的怀抱既温暖又安慰，然后就直接拉着芭芭拉走了。走之前还留下一句，我的女人我来保护。他的保护方式可真特别，直接带人来这里，然后向双方介绍。芭芭拉一脸懵，这是你妈，然后被带到了他妈家。一进门我就懵了，这位老太太的懒惰程度和那个老板简直不相上下，而那边的老板已经是电话轰炸，关机都不行，不一会儿就开了记者会。他居然还说自己一点没错，我为什么要反思？应该反省的是那个编故事的人。他还威胁说他要找证据把他送进局子里。当记者问到他和芭芭拉的关系时，他看了看桌上的保姆合同。这边的渣男看到新闻后简直气得要爆炸，那还是他的老婆呢。小三还在那儿质问他为什么不和他结婚。渣男的本性又上演了，你还有脸这么嚣张？那个女孩在厕所还不放过芭芭拉，显然她真的很迷敏浩。她还说芭芭拉是个会变身的怪物，她把芭芭拉逼到墙角，抢走了香水，喷了香水就会变身。芭芭拉立刻说这香水很贵的，我自己来喷就行了，她怕什么？涂了只会让我变瘦的时间更长。那女孩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晚上敏浩妈妈品尝芭芭拉做的饭赞不绝口，问芭芭拉在徐立道家做保姆的工资是多少。芭芭拉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在他家做保姆？敏浩妈说我自己儿子的事能不知道吗？芭芭拉一头雾水，你是敏浩的妈，也是徐立道的妈妈，那不就是说他俩是兄弟？老太太得意地说我的俩儿子都是遗传了我好看的基因。第二天芭芭拉故意戴着口罩出门，立刻吸引了记者的采访。芭芭拉不再隐藏，她就是要这个效果。她对着镜头承认为了成名，故意勾引了那个设计师，用作保姆的名义同居。当记者问到和明星敏浩的关系时，芭芭拉已经有了准备的回答。她说自己一直是他的忠实粉丝，当然是他主动勾引的。这还不够呢，居然还让他坐下来详细说说，引得台下众人都在那嘴巴一顿运动。目的很明显了，他打算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。可谁想到突然冒出来个头盔男，他刚想拉走芭芭拉，结果被众人给阻止了。立场坚定，直接就把芭芭拉公主抱着带走了。头盔一摘，芭芭拉早就知道是敏浩。敏浩一边不舍得安慰芭芭拉，芭芭拉说他只是想让他和他哥能好好的。敏浩于是说要带他去个有故事的地方。两人来到了敏浩小时候的学校，这也是他和那个所谓的哥哥彻底决裂的起因。而这时那个哥哥打芭芭拉的电话始终打不通，急得不知所措。这时一个司机拦住他，问他是不是叫徐立道。老头示意他上车，然后给他贴了个标签。老头说有个叫芭芭拉的下了个订单，让我把你快递过去。徐立道问他是哪家快递的，说要查查。可老头回答说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，怕什么呀？这时敏浩也在回忆小时候的恐怖一幕。那年他才5岁就被哥哥关在了教室里，一个人过了一整夜，直到第二天。从那时起他就觉得他哥是个魔鬼。不一会儿老头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。临走前老头说徐立道你可别怪我送得太晚哦。徐立道一脸懵，这老家伙啥意思？老头只是含笑不语，那句话他以后会明白的。可他一看居然是敏浩的母校，立马飞奔冲了进去。果然两人就在这里。老板气得直说你居然把我当东西来运，莫名其妙被个老头送到这里。敏浩却说快递业务那么牛。老板气得直哼哼，就那什么极乐快递。芭芭拉一听这话立刻冲了出去，可出门一看人影全无。他猜那老头肯定是上次送他香水的那位。晚上他们3个就留在这个偏僻的小学过夜，晚上还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，真是脑洞大开。虽然没从芭芭拉嘴里套出什么话，倒是揭开了两兄弟当年的一些真相。原来他只是想吓吓敏浩，所以才把他暂时关在教室。敏浩为了反吓哥哥，居然在他的书包里放了5只蛤蟆。敏浩那晚就在教室里度过了，而他哥哥那晚却在急救室挣扎。这一幕让两人之间的误会终于有了解释。第二天敏浩竟然主动上门造访，一见面就是一个深情的拥抱，然后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搬进家里。敏浩宣称这房子他也有一半的权利，所以搬进来是理所当然的。3个大人挤在这么小的地方简直要逼疯了。3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觉，
还是2男1女的组合。芭芭拉很自觉地躺在中间，可是半夜总有些小心思让人难以安静。原来这都是她的想象，别人都安安静静的。于是他就把芭芭拉往一边推，这一下终于放心了。天哪，毕竟旁边的是他的亲弟弟，看来他的选择还算明智。看来这对兄弟感情还不错。他却不知道，那晚闵浩回家的时候，突然一片漆黑，家里的灯全灭了。他浑然不知前面有机关正等着他，紧接着就被电得浑身发麻，还被桌上的花瓶砸中了头。这下好了，明星也有破相的一天。芭芭拉看不过去，大声质问。哥哥一脸委屈的解释说，那只是个激光玩具，那是闵浩安装的。闵浩这下疼得更厉害了，看着他们俩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家里总能听到闵浩呻吟的声音，听着听着人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于是他冷静下来，想要出招。干嘛呢？我脚上有肉刺，我帮他剪掉而已。他突然想到了一个计策，故意打电话告诉芭芭拉，说晚上不回来吃饭，约了个女人在酒店见面。因为他已经调查过了，那些外面的小三简直数不胜数，逼着老婆离婚，还虐待他10几年。老板虽然气炸了，但心里还是有点高兴，因为上次四目相对，他肯定这个胖子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初恋。可他还没意识到这就是芭芭拉。渣男因为没有证据，只能解释说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只是想请芭芭拉来我们公司当模特。是啊，他怎么突然这样了呢？他的心始终属于初恋。晚上，老板告诉芭芭拉，他以后要学着独立，不能总依赖他。芭芭拉一头雾水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芭芭拉打算从他妈那儿打听点信息，可他妈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初恋，但他也说不准，只记得他儿子小时候还挺帅的。当芭芭拉看到照片，他突然觉得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晚上，芭芭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老板为什么对初恋念念不忘？芭芭拉就邀请老板一起去赏月，问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初恋。老板说那是小时候的承诺，他发誓非他不娶。芭芭拉不知是感动于他的忠诚，还是内心的某种不愿放手，看到心中的初恋已是人妇，虽然体型大了不少，但他望着照片说，这次让我来救你。然后他居然找到了芭芭拉的女儿，告诉她和你妈是老朋友，关系还非常好。问她你妈妈去哪了，女儿也是一脸无奈，他妈几个月前就自己去过独立生活了，也不知道住在哪里。老板还问是不是你爸最近在闹离婚，女儿说之前是这样，但最近他好像又不想离了。老板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殊不知芭芭拉此时正在参加渣男公司的剪彩仪式，可是人群中却有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。果然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，渣男又开始搞事了。他把芭芭拉的手机从包里翻出来，输入了那个10几年都没变过的密码。渣男看到手机解锁，乐得不行。果然老习惯是挺靠谱的。芭芭拉刚结束活动，却发现了这一幕，渣男正和小三窝在他的化妆室里。渣男悄悄把刚才偷的手机放回去，但不小心把他的香水袋子带走了。这时候闵浩走过来把他带走了，还特地给芭芭拉带来了限量版发饰。他说美丽的发饰得有美人带。正说着，路上的闹钟突然响了，他本要从包里拿香水涂一下，突然发现香水不翼而飞，紧张极了，心里只想肯定是那渣男偷的。他赶紧让闵浩停车，车还没停稳，芭芭拉就往小巷子里跑。闵浩看他这么急，不像是小便的样子，就赶紧跟了上去。可是芭芭拉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形，闵浩目睹了芭芭拉变身的全过程，吓得他转身就跑。闵浩心里一慌，担心芭芭拉出事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个死胡同。正奇怪芭芭拉去哪了，突然一个胖脑袋伸出来，闵浩吓得再次撒腿就跑，但理智让他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胖大妈，连鞋子都没穿。闵浩急忙从车里拿来衣服和鞋子，让芭芭拉换上。芭芭拉心想，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坚持要做好事到底，非要把芭芭拉送回家不可。芭芭拉还是坐上了副驾驶，可现在身份完全不同了。闵浩心里超级郁闷，芭芭拉到底跑哪去了？很快就到了芭芭拉指定的地方，芭芭拉立刻下了车。可当芭芭拉走远后，闵浩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这阿姨怎么带着他送的发饰？然后安慰自己，他想太多了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此时芭芭拉正给他的经纪人打电话，他说香水被那个渣男偷了，现在他没办法过来。经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粉丝签名会马上就要开始，这下咋整？闵浩一脸懵，正远远地盯着他，他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为啥芭芭拉不声不响就把发饰给那阿姨了？这边渣男还在装模作样，如果芭芭拉不快点来，粉丝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经纪人异常的冷静，让渣男暂时冷静，先喝杯香槟，去除一下浮躁。哎呀，别添堵了。然后假装帮他整理衣服，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香水，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渣男碰巧和一行高管路过，经纪人马上接上话，说衣服整理好了，正准备给您送过来。高管好奇地问他们是否认识，我是他老婆，老公最近太忙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他，没办法，谁让我这么爱他呢？高管点头，似乎很理解。然后这男的一脸猥琐地晃动着手中的神秘液体，女人忍不住吞了口水，装作啥都不知道。男的故作神秘地说，如果你不知道，我就倒掉了。女人开始有点坐不住了，就在他要倒掉的瞬间，他立刻上前阻止，两人开始争执起来。在拉扯中，芭芭拉不小心撞到了墙上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这男的断定这瓶香水里头肯定有秘密，于是他把香水涂在了女人的手腕上，边涂边念叨麻利麻利红，然后突然被人从后面一杖打倒。老板立刻冲过来查看情况，要知道他找了20年的初恋就在眼前，但突然间那个900斤的大妈变回了90斤的芭芭拉。老板一阵恍神，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这时候脑子怎么突然不好使了？突然雷电交加，气氛紧张。等到一切平静下来，地上的初恋却消失了，谁也没注意到变身后的芭芭拉已经逃走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已经出现在签名会现场了。突然脑子一片空白，
粉丝们急忙上前问你哪里不舒服，这都怪那个渣男。芭芭拉摇头说没事，路上不小心撞了一下。这可真是祸福相依啊！这场合下，媒体竟然报道他受伤还坚持参加活动，真是职业精神满满，值得大家学习。敏浩看到芭芭拉头上的发饰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他心里乱成一团。那可是他特意选的法国限量版发饰，原本送给芭芭拉，怎么莫名其妙跑到阿姨头上了？现在又神奇的回到芭芭拉头上，他感觉自己快要疯了。于是他走到芭芭拉进的那个小巷子里查看，这不是个死胡同吗？难道说芭芭拉就是那个胖阿姨？这时，一个暗门突然开了，进去之后，敏浩终于明白了，他开始想象，芭芭拉肯定是被巷子里的乞丐吓到了，发饰不小心掉了，然后被那个昏迷的胖阿姨捡到。胖阿姨恰好是芭芭拉的粉丝，他特地送到了签名会场。敏浩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这下老板开始抓狂了。他清楚地记得初恋额头上的伤，现在芭芭拉的额头也有伤，当时他居然把初恋误认为是芭芭拉，他感觉自己快疯了，这是巧合还是他真的妄想了？这时车内的芭芭拉突然想到，老板曾问900斤的他你是谁，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？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于是他决定查个清楚。他翻找自己小时候的东西，看着那些旧画像，突然记起8岁那年救过的那个男孩，他还曾给那男孩建议，你画得那么好，将来一定要做设计师，那我就做模特，专穿你设计的衣服，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。谁知那时的玩笑，那男孩竟真的信了。看到老板回来，他忍不住一把抱住了他。老板被他这突然的动作弄得一愣，这个拥抱多么熟悉。芭芭拉没告诉他，他就是他的初恋，只轻轻说认识他是他此生最幸福的事，因为他知道用完这瓶香水，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是永远的那种离开。这时候那渣男还在那开玩笑，他调侃着那天给芭芭拉涂香水的监控视频，竟然揭开了科学无法解释的真相。此时芭拉突然流鼻血了，他马上找到了经纪人，告诉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。经纪人一听，马上说那我们去查查这香水的来源，或许还有转机。芭芭拉说送他香水的那位老头绝不是凡人，经纪人则决定会让公司的顶尖侦探去查个清楚。而一根筋的老板竟然邀请初恋芭芭拉，他包下了整个餐厅，还炫耀自己的健康指标和6块腹肌，还有自己的精子活力非常好。芭芭拉却问他这番炫耀想表达什么，老板说为了小时候的一个承诺，他曾答应他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这辈子都会等他。听到这，芭芭拉感动的前所未有，这一刻他是对着900斤的他说的，这次该轮到我来拯救你了。芭芭拉一脸严肃地说，让他抱一下，他就能知道他们是否合适。老板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照做了。芭芭拉紧紧抱住他，老板马上喘不上气，最终晕厥过去。谁知这一切都是芭芭拉让老板放弃他的计划。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咨询处，询问极乐快递的具体地址，却被告知这家快递公司早就倒闭了。芭芭拉坚称不可能，几个月前他还收到过这家公司的包裹。于是他们调查了负责人的地址，两人迅速找到了负责人的住址。他们推门而入，居然看到了那位老头。芭芭拉无比激动，正是这位老头送给他那香水包裹。当芭芭拉问他是否曾送过快递给他，老头确认说确实送过。正当两人欣喜若狂时，旁边的老太婆却说，被痴呆折磨的老头的话也能让你们这么兴奋吗？那家公司20年前就倒闭了，那他怎么可能还在送快递呢？芭芭拉也是一头雾水，难道这都是老天爷的恶作剧？就在他想要好好活下去的时候，命运却要和他开这样的玩笑。而此时老板还在忙着发邮件，他解释说自己晕倒只是因为突然紧张，并不是因为芭芭拉的体重。芭芭拉却反问，这么大的人了还分不清感恩与爱？老板的失态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毕竟老板向来都是个温和的人。他失落地离开了。紧接着他妈妈递给他一个信封，老板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张符咒。他妈说敏浩这2天跟他提过，在你家感受到了超自然的现象，现在都不敢进你家门了。听到这，老板偷偷地把符咒塞进了口袋。大家都说蹲在停车场总是能看到不少戏码，果不其然，精彩的一幕上演了。两人索性躺平，准备看好戏，目睹了一场狗咬狗的争斗。两人不由自主地凑近了些，在交头接耳间，意外地听到了一些重要信息。看来渣男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这时芭芭拉竟然收到了渣男的消息，他想让他回到家庭，还附带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一打开，竟是他变身的那一刻。芭芭拉气愤地说，这个无耻之徒。与此同时，老板竟然主动找到了渣男的小三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把渣男贪污的证据交出来，我的目标不是你，如果你交出来，我可以保证你安全，如果你不交，我也能很快找到，到时候你们2个都得坐牢。显然小三开始动摇了，而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赢回芭芭拉的心。紧接着芭芭拉收到了老板发来的 N 多条消息，他说他不介意他胖，不介意他已婚，不介意他有女儿，还有一大堆关于爱的真谛。但有一条消息让他眼前一亮，是关于如何摆脱渣男的方法。于是他们又约了次见面。老板看起来很是紧张，芭芭拉却一副高冷的样子。老板递给他一份文件，说这对你非常重要，能帮你摆脱渣男，还说没必要留恋那样的家庭。芭芭拉冷冷回应，离开或不离开，那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说完他就坚决地离开了。老板有种又挨了冷脸的感觉。但回到家，芭芭拉还是打开了文件，没想到那渣男竟然贪污了那么多，这下他要坐牢了。但他突然想到，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。芭芭拉开始犹豫不决，他努力调整心态，跟女儿聊天，然后看见了像行尸走肉一样的老板。老板突然软倒在地，显得很是伤心。芭芭拉看着也感到心疼。那晚芭芭拉在阳台回想昨天的事，正好被老板看到她在哭。他走到芭芭拉旁边，轻声说，真对不起。老板说，今天因为被初恋拒绝，喜欢你是因为你和他长得像。芭芭拉回答，这不是你的错，
但老板仍然坚持，这是我的错，喜欢你和初恋，我真是太花心了，感觉自己太无情。第二天，闵浩忍不住来找老板，好奇地问那天那个女人是谁。老板说她是很久前认识的人。老板没耐心，直接走了。闵浩还在问，如果芭芭拉变了样子，你还喜欢吗？老板留下一句，她变成什么样我都不在乎。不知道的是，芭芭拉身体已经不好，她又吐出了血，这意味着她的日子不多了。惹上心怀报复的男人是多么惨，她已经准备好了硫酸，面目全非。女人被吓得不敢直视，下一秒后脑勺被击中，芭芭拉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，正好被狗仔队拍了个正着。可90后小姑娘哪是那胖子的对手啊？那男的立马开始准备硫酸，芭芭拉一把抱住了旁边的女同事，硫酸直泼在芭芭拉的背上，屏幕对面都能闻到肉烧焦的味道。胖子虽然被抓住了，但芭芭拉已经痛得昏过去了。之前一直黑他的人，现在都开始同情起他来。一时间，芭芭拉的事情登上了热搜。看着现在火得不行的老婆，他赶忙给她打电话。别以为成了明星就了不起，是这样，你还是我的老婆。从法律的角度来说，你永远是我的女人。女儿突然问他，芭芭拉怎么成了你的老婆？女儿严肃警告，你要是敢欺负芭芭拉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老板则对秘书说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要保护她，不想再看她受伤。女儿趁他爸睡着，竟然用他的指纹解了手机锁，居然发现他把芭芭拉的名字存成了妈妈的，简直不敢相信。看到手机里的一段监控视频，让他更加摸不着头脑。但芭芭拉依旧没放弃找寻香水的来源。这时候女儿来问他伤势怎样了，芭芭拉说好多了，也没有留下疤痕。女儿看着眼前这个样子的芭芭拉，不由得问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女儿说没什么，因为她根本不信。晚上，老板布置好了表白的氛围，啰里啰嗦的讲了一大堆关于爱和幸福的事。芭芭拉似乎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芭芭拉咬了咬牙，冷冷地说，我从来就没爱过你，并且坦白说，我一直只是在利用你来实现我的模特梦。回到房间后的芭芭拉痛苦万分，她能怎么办呢？明明深爱着他，可命运却眼看就要尽头。谁知第二天一早锻炼完，鼻子又开始流血了。芭芭拉早就习以为常，正巧这时候那渣男出现了，明显又是没安好心。芭芭拉正要走，却被他拦住。他还怕什么呢？直接说出来，我就是你那胖老婆，怎么了？和你这10几年，想想都恶心。看他那表情，我都忍不住害怕起来。他带走芭芭拉的时候，正好被他女儿看见。女儿知道他是什么人，立刻打电话给老板，报告芭芭拉有危险。老板一脚油门冲到渣男住处，渣男看着他那傲人的身姿，嘴里还嘟囔着，我这样做是合法的，毕竟我们还是夫妻。话音未落就上前欲吻，结果被一勺子打晕在地。老板立刻冲上前，将芭芭拉公主抱带走。走了没多远，却发现芭芭拉身体开始膨胀，越抱越觉得沉重，腿几乎抬不动了，终于跪倒在地。定睛一看，抱在手里的竟是初恋。老板完全懵了，这一幕被女儿看到，女儿震惊地意识到芭芭拉真的是他妈。老板把初恋带回了家，他一路上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又妄想了？难道一直都把初恋当成芭芭拉？最后确定那肯定是幻觉。芭芭拉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900斤，他也完全懵了，心里想，这事肯定和渣男有关。老板正想下车透透气，初恋趁机溜走了。芭芭拉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闵浩开车过来，芭芭拉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先逃出这儿再说。老板追出来的时候，芭芭拉早就不见了。闵浩小心地问，你是芭芭拉吗？到这个时候，芭芭拉直接承认了。可闵浩还是好奇，怎么又变成阿姨了？芭芭拉说，没时间解释了，现在重要的是赶快送我去模特公司。他边说边翻找自己的储物柜，可是香水竟然不见了。他心想，肯定是那渣男打晕他后偷走了香水。回到家的老板几乎要疯了，这一天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时手机还响了，经纪人还在火上浇油，问芭芭拉是不是和他在一起。老板气得直接挂了电话，因为经纪人看到芭芭拉更衣室里有用过的面纸，显然芭芭拉出事了。外面等候的闵浩焦急万分，出来的还是那个胖阿姨。闵浩心里想，怎么还没变回来？到底是什么规律让她变身的？芭芭拉尴尬地说，放心，我回家睡一觉就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时老板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一听竟然是初恋的声音。芭芭拉告诉他实情，他既是芭芭拉也是他的初恋。老板非常生气，这样耍人好玩吗？芭芭拉含泪说，这样的奇迹我也无法解释，但有一点我要感谢你，让我在余生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。老板更生气了，你是乐在其中，我却一头雾水，都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。经纪人突然掏出了一个东西，竟然扭转了局面，突然雷电交加。就在那一瞬间，900斤的大妈变成了90斤的美女。老板忍不住冲上前去拥抱，他的芭芭拉终于回来了，他不想知道原因，只要你回来就好。然后芭芭拉再次踏上了时装秀的舞台，电视里的芭芭拉依旧光彩照人。那渣男气得直冒泡，他决定要采取极端措施了。可他的女儿已经知道了芭芭拉的真实身份。芭芭拉急忙解释，不管我变成了什么，也不管我是否离婚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可女儿压根不接受这个妈，她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与此同时，老板正质问经纪人，你到底是不是个背叛者？明明早就知道真相，却一直瞒着我。经纪人说自己也是无奈之举，他把芭芭拉的香水用掉了一半，简直是拿了他的命，香水用尽他就会死。听到这，老板都惊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经纪人反问，那香水的瘦身效果怎么解释？而且芭芭拉开始出现吐血的症状，现在香水快用完了。正当芭芭拉要再次使用香水时，老板及时叫停了他，劝他不要再用那香水。芭芭拉却说他想在时装周上最后一战，那是他一生的梦想。老板反驳说在家里就不用那香水了，
他保证会找到香水的来源。正说着，手机突然响了。芭芭拉紧张地说：“我要变回原形了，让他在外面等等。”下一秒，900斤的大妈出现了，两人顿时尴尬无比，甚至说话都结巴了。于是老板赶紧找到一位香水专家，开始分析那神秘香水的成分。他们试图研制出同样的香水，还特地请来了他妈，拿着那瓶神秘香水，请这位香水老爱好者帮忙鉴定，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他妈说这种瓶子他是头一回见。老板感到无奈，又是一个谜。晚上，老板突然在瓶底看到了字迹，这让他想起了儿时的一次跌倒，当时意外发现了一颗陨石，香水里的就是他捡的那颗陨石。他决定立刻回家，没想到路上竟然出现了一座城堡。好奇心驱使他走上前去查看，竟然是家奇迹香水工坊。走近一看，到处都是研究香水的材料，而这个工坊的主人正是之前给芭芭拉送香水的那位老先生。他闻了闻香气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决定自己亲手调制一瓶香水，准备送给自己心爱的人，并把那颗陨石交给了老先生。他没想到这香水竟然还有副作用，于是他决定回到当年的那个地方。同时，女儿那边突然来了几个 FBL， 他们对他爸发出了逮捕令，原因是有人证实他涉嫌巨额贪污。老板依靠着记忆找到了那家香水工坊，他们进去后却发现人已经走空，但他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工坊承诺会准时将香水寄给芭芭拉，可为什么是20年后他才收到呢？芭芭拉安慰他说：“还好，最终我收到了。”但老板更担心的是用完香水之后会怎样。为了让芭芭拉完成最后一次时装周的心愿，他把时间定在了明天。芭芭拉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剩余的香水，心里感叹这可能是最后几次了。突然那个渣男冲了进来，一上来就发火，竟敢向警方举报。芭芭拉听了完全懵了。老板在外面听到这话，心里一紧，没想到渣男竟然抢走了香水，还威胁说想让我过得不好，你们也别想安宁。他毫不犹豫，竟然直接一把将香水摔在地上，然后慌忙逃离现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警方早就在外面等着他了。渣男还试图辩解，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呢。谁知道到了警局，渣男竟然说是他老婆精神不正常才乱举报的，但警官告诉他，别怪你前妻，举报你的其实是冬梅。渣男一听差点疯了，没想到最后居然被小三算计了。渣男还想解释，那女的为了逼我离婚，故意伪造了证据，可我女儿突然出现了，他直接把一个 U 盘交给了警察，还说这是他在我书桌上找到的。爸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竟然这样对他，女儿最后还冷冷地说了一句，有你这样的爸真是丢人。老板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陨石，转头问芭芭拉接下来怎么办。芭芭拉淡定地说，还好他刚好涂了香水，能撑到明天24小时顺利参加时装秀。老板还是担心他之后会怎样。女儿也把这事告诉了他妈，告诉他这次他爸是真的完了。芭芭拉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眼含泪光对女儿说了声对不起。母女俩的误会终于化解，芭芭拉终于如愿以偿地走上了时装周舞台。这一刻，她的梦想终于实现。而在台下，老板已经准备好求婚。此时香水的效果即将消失，他接下来会变成什么呢？听到走廊上传来老板的脚步声，芭芭拉回声道，我在这里。就在芭芭拉准备开门的时候，一道刺眼的光线射了进来，芭芭拉突然就消失了。她竟然出现在那家香水工坊，还看到了那位送香水的老先生。老先生说，我只是暂时借用了这个身份，其实我是一位山神。他翻看着芭芭拉的资料，老头解释说，本来这香水应该20年前就送到，但快递公司倒闭了，所以派送晚了。为了弥补当年的失误，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告诉他要好好珍惜活着的意义。最后因为这瓶香水，他重新找回了曾经的爱。最终两人在深情的拥抱中结束了旅程。